那车速的时候遇到一个最惨的问题，就是通风不好，我就来自己 DIY 一下好了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这么丑？我发现这很难呢，还是给人家赚这个钱好了，还蛮好玩的。哦，好了，哦，成功了！你看里面风有多大？这样算成功吗？这个洞怎么回事？叔叔，想起来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好像这有比较，但我觉得有部分是因为我没有穿衣服哦。所以多久以前预定的3个礼拜吧，2个礼拜。老板是很有个性。很 juicy 耶。好吃吗？今天这集很特别哦，大概是我策划了1-2个月，然后到现在才开始要实现。就是呢，因为我们以前都是睡在车子里面嘛，车速大家都自己看过我们以前的影片。那车速的时候遇到一个最惨的问题，就是通风不好。所以我们这一次啊，我就是在上网爬文，看到有人做了那种在车窗上面的主动排风系统。如果你是直接去请人家定做的话，就会很贵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既然我是公社系的毕业生，我就来自己 DIY 一下好了。叔叔，你觉得我现在这样子讲说我是公社系，会不会讲太早？如果等下做不出来就完蛋。会啊，真的吗？我相信你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一些器材。这个呢，就是之前在虾皮上面先买的风扇，然后有螺丝包，然后另外的话呢，就是比较难买的是这一个，这个是我们今天去像台北的话，我都会去太原路那边去买那种塑胶材料，然后我故意选这一种，就是你看它是发泡密度比较高的，所以它其实基本上有一定的硬度，所以我是想说。像测速的时候是可以比较安全，就是如果风很大的时候，就是应该比较不会破掉，或者是也是比较防水。另外的话，比较重要的是，就是有一些器设备，包含是剪刀、螺丝起子，然后美工刀，还有这个就是强力胶带，一定要搭配你要粘的那个材料。然后去做胶带的选择，不然你有可能买到的材料它没有办法粘那个塑胶板，就糟糕。然后你看超好笑，我找不到尺，儿子有那么小的一把尺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喽。我不是公社系的，我可以当你的小帮手而已。啊，我们要先决定一件事情哎，我们要决定要放哪一个位置，比较不会打开门的那个位置。我比较常下车会去尿尿的人，那可能就要放在副驾的位置。因为我们是买到50×50的，所以它没有办法涵盖整个窗户。那我们先去窗户这边量量看尺寸吧。它要对满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我们要 overlap 一点，因为这边我要踩那个，我要这样子踩这个圆弧。哇，有点难的感觉。这样子嘛？对，这样子。要先大概画一下，就是我们车子窗户的那个弧度，这样这一块弧度要消掉。我发现这很难呢，还是给人家赚这个钱好了。好，先把刚刚那个弧度的地方消出来。发现好像没那么容易耶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这么丑？那为什么少这么大块的边呢？啊，因为我是量这个边呐，你看。哦，完蛋，那怎么办？我们的 R 角不对了。没关系，重来。怎么那么难做啊？还是我们应该去请别人做就好了？你就买现成就好了。这个感觉可以了，好多了，可以了，好多了。所以我们风扇啊，就是会开，预计会开孔在这个地方。但是我要避开晴雨窗，它才吸得到风，所以可能会是在下面一点点这个地方。然后因为现在大家很明显看到这个板子比较大片，所以我也割得太刚好了吧？但不行，因为我没有要这么刚好。我不是要卡在这，我其实要
卡在那玻璃上面。对，因为我要靠玻璃去夹住它。所以还可以再截一段。所以我现在的预设是希望玻璃可以稍微夹住一点点。好，然后呢，因为我希望它是有点夹住的，所以它想要留一点点厚度，让窗户可以夹进去。好，再去割。好紧张哦。我现在是想要让这片玻璃啊，当做是一个固定的元素，就是它稍微要插到这个2公分的板子里面，所以它这样子插进去以后，一个往上顶的力道跟一个左右前后夹住的力道，它这个板子就会变得比较，就会固定住。所以我现在要做的就是，我现在觉得是最难做的事情是，我要在这个厚度的中间挖一个轨道一样的东西，对，让玻璃插进去的。来看看吧。一半完工了。对啊。没有，但中间还要等下挖空，要挂那个机器的。耶！下来要量电风扇的位置了。刚刚有晴雨窗嘛，所以我要尽量自重。对啊。蛮好玩的。哦，好了。我觉得他应该要给我们一个这个尺寸的纸板，然后就是让我们可以就是对着那个纸板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对得起。哦，有来了。哦，成功了！就是雨从这个方向下来，然后这个折栅是顺着防水的。嗯。啊。所以你现在要把风扇变成进风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完成了，这算成功吗？这个洞怎么回事？那个是我们为了要保持通风用的，我们就懒了。然后我还开机给大家看。你看里面风有多大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刚刚最后还是决定把它全部封起来。因为我们刚刚发现它不稳，是因为它就是也是啊，加装以后比较稳。那边害来害去，现在整片加上前面，终于，虽然说看起来是 Kiki 嘎嘎的上面。上面我们可以用那个胶带啦，这样贴一圈，然后就是很像那个防水胶膜一样，就会好多了。完成了，完全用5套胶带做出来的，把它固定住，稳住一点。稳很多哎，你看，果然胶带是万能的。嗯。哎呦，那我们就期待带它出去玩吧。希望它可以让我们的夏天可以舒服一点，冬天也可以通风一点，不然我们冬天很长时候就是也是会热醒的，对，闷醒了。我要来实际试用这一个风扇了，看它到底有没有功效。我们现在在五老坑，好了，我们的配置完成了，等一下就要来试试看。到底有没有用？对，看车内温度有没有变化。然后我们现在在里面呢，就是放了一个温度计，现在的话是31.4度，31.4度。它打开来了，开关在这边，开。
哦，很凉的吗？很凉哎、你坐进来超凉的。叔叔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好像真的凉，而且刚刚看那个温度啊，本来31.4，对，现在31.2，31.2度了。 OK 啊，还不错。我觉得这样子至少有坐在车子里面，对，比较不会这么不耐，可是没办法坐很久。然后我刚站在外面呢，我感觉到它的风速它的风量真的很够，因为连外面都可以感觉到风往外面吹出来的，它好像把里面的热空气都吹出去一样。所以我们这一集介绍的这个风扇还不错，DIY。这画面真的很好笑，为什么没穿衣服？因为我们在溪边啊，干嘛要穿衣服？对，因为我们现在在五老坑。对，我等一下想下水了。然后放在出风口量的话，降温的效果，在温度计的降温其实更明显，现在已经变成29.9度了。所以其实对你体感来说的话，其实坐在风扇前面真的是降最快的。就是我在里面感觉不出来很热的感觉。对啊，体感蛮凉的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有部分是因为我没有穿衣服了。哦，对哦。我没有穿衣服了。好吧，那我们风扇就介绍到这边了。不要叫我们做，我们不会帮你们做。我也不想再做一个。对，好哟。You look at me like I'm crazy when I shut my feelings out. You look at me like I'm different. 所以多久以前预定的？3个礼拜吧，2礼拜。要怎么点餐？还好你有定位耶。对啊，现在来的人都没有位置了。那我讲建议一定要大家在网络上先定位，或者是打电话来订，就是不要现场来。而且叔叔还有付定金，一个人200块，这4个人就先付800块，所以我们有免费800块可以没有免费，我付的钱。奇怪的是，我又不吃海鲜，我还帮你找。还有别的啊？还有烤鸡肉串。对呀、所以还不错。老板还是很有个性。你们是3位对不对？我可以帮你们。然后好，点餐来吧。3位对不对？海鲜炒面、章鱼炒饭、蛤蟆。拜拜。我一定要吃这个。汉烤鸡翅。至少要这2个，其他你都可以点泡锅。这个怎么卖？那个是箭头。没有，那是北海道的那个1颗60，它以上烤的。这个现在这个一只烤的，一只180，要几只？4只哈，量一下。刚抓来的，这下面是刚抓来的。OK。然后上面有比较大只一点的。你这边看不准，你要这样看，这边看。然后看它这边好大只哦。哪有大只这边这个更大只嘞？对耶，里面有更大只的。它感觉很贵。对，是的。来一样哈，这个叫白毛，大小只的白毛，有大小只的白毛。它这是回形呐。好肥哦。Never know where we will fall. Nobody can see us. Still they wanna tear us apart. There's some. 很 juicy 耶。太深了。太深了，叔叔不敢吃。不会啊，是可以啊，就是太深了，会抖一下。它都超浪费，它要烤超熟，烤的超熟超干。它是超浪费的那一种。There's something. 你先吃一口看看，如果不厉害，就给我一个不厉害的表情。哇！有吗？很像。好吃吗？
章鱼脚，章鱼脚，章鱼脚，是自己磨的芥末。很 Q 哎，很 Q，可以。那你就感觉很水的感觉。哦，有哎，它中间都是水。 I don't need you. 他说是什么渔具我忘掉了，忘记了，好像120吧，比五仔鱼便宜。好吃啊，很扎实哦。对，老板娘说我还喜欢吃那个，会化掉那种，它都是很扎实的，有运动的哦。而且没有腥味。那你觉得你最近是扎实还是松垮？中华，太难。叔叔，你有吃饱吗？感觉你没有吃饱哦。叔叔没有说，吃饱，叔叔说太贵了啦，没有吃饱啦，是好吃，但是量不多。适合小鸟胃。一个人这样是吃了600多块钱，我还没有吃饱。是我正常啊，海鲜呢？那你有吃饱吗？我没有啊，所以我刚刚就一直问你要不要加点。可是我觉得我们就算吃不饱，对，我们就算加点到2倍都吃不饱。如果喜欢今天我们这一集的话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铃铛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也开通了会员制账号哦，所以有兴趣的话，欢迎加入我们的 VVIP 的会员的行列哦。There's something different about us. We're pouring cup after cup after cup. Yeah, it's just the way we do it. Anything just to block out the real life.